珠终于开始变粉了，但没想到全身上下最粉的竟然是屁屁。毕竟再不想带孩子，便便还是要给孩子排的。舔肚肚这活金牌月嫂也干不来，因为萌萌消极带娃。很多网友说10次看媚珠，媚珠有9次半都是自己躺在地板上，因此给媚珠起了个地板公主的外号。但这也不能怪萌萌，毕竟她小时候就是奶爸奶妈抱大的。因为当年菊笑妈妈生的是3胞胎，虽然萌萌是老大，但她的出生体重没有3弟酷酷重，所以在酷酷出生后，菊笑妈妈就把萌萌扔在地板上，去抱更强壮的酷酷了。再等他们都长大些，菊笑妈妈同时带3个娃，更是精疲力尽，每天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串拖油瓶。再后来2弟帅帅又逐渐发展成了狐妹子，整天把菊笑妈妈迷惑的只给她喂奶吃，所以当时萌萌更多的是由饲养员带大。可能在她的潜意识里，这娃就该是饲养员来带，但是青姐又想坚持按传统方式饲养，想让媚珠跟着妈妈学习更多的生存技能。但萌萌要么是300斤的母爱说来就来，要么就是分分钟上演母爱如山体滑坡，有时候甚至一觉睡醒睁开眼，看到媚珠睡在自己手边，都要一把推开，然后用脚蹬得远远的，自己好睡得舒坦。于是金牌月嫂们不得不24小时监督萌萌带娃，萌萌经常在睡梦中就被喊起来带娃。萌萌，大仔了，萌萌，大仔了。有一次萌萌睡得正香，大梁奶爸先是把媚珠挪到角落，防止萌萌起身时压到她，然后拍了拍熟睡的萌萌，喊她起来带娃。在睡梦中惊醒的萌萌仰起头，一脸的问号：怎么开饭了？今天开饭时间挺早啊。正当萌萌准备把脑袋伸出去看看今天是什么菜系时，大梁奶爸一把就把交流窗口关上了，并告诉他要起来带娃的现实。于是萌萌只好很不情愿地叼起媚珠抱在怀里，有时候萌萌还会双手扒在门的拉杆上，双膝跪地，背对着奶爸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。不管大梁怎么扒拉，他都无动于衷，心想媚珠都睡着了，还非得我陪着他，我出去玩会怎么了？而且现在萌萌还学会了表演式带娃，只要瞄见大梁不在，怀里的媚珠那是说丢就丢啊。现在媚珠长大了，已经会孤勇着找妈妈了，萌萌再想把她丢在一边，自己呼呼大睡躲清闲，恐怕是不能够了。现在的媚珠还会跟着妈妈一起等待开饭呢，看着娘俩的动作简直一模一样。今天交给你个任务，去把你仔仔弄下来。原来大熊猫真的能听懂饲养员在说什么。这天星星仔在外面玩疯了，怎么都喊不回家，奶爸多次用美食引诱也没有成功，小机灵鬼还直接爬上树，挂在上面，任凭奶爸怎么呼喊都无动于衷。于是奶爸回内舍请求星星支援，你不出去是吧？本来星星是不想接单的，最后被奶爸用一个大笋笋收买了。果然求熊办事也需要讨价还价，星星也是吃好笋办好事，气势汹汹的来到树下，冲着星星仔一阵咩咩叫。小仔仔听到妈妈的呼唤，那是1秒钟都没耽搁就火速下树了。虽然咱也不懂熊猫语，但估计星星咩咩那几声大概意思是老子数到3，别逼我上去扇你，不然很难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吧。星星仔脱堂，奶爸还能请星星支援，但是星星脱堂，奶爸可就束手无策了。这天星星下班不回家，奶爸的破锣嗓子都快喊哑了。星星，星星，星星都是一副已读不回的状态。于是奶爸想到了一个妙计，打算秀一把他的熊猫语。我要用一点技巧把它引回来。那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叫回来？我打算用那个模仿幼崽尖叫的声音，因为熊猫母亲听到幼崽尖叫的声音，它会认为孩子有危险，所以它会马上赶过来查看啊。结果星星听到压根没反应，估计心里也犯嘀咕，这是谁家的崽都叫成这样了，家长也不去管，反正听起来不像我家崽的声音，还是少管闲事接着睡吧。奶爸这几声熊猫语下来，除了星星没有动，隔壁邻居全动了。更搞笑的是还把金山喊回来了，看来奶爸是真的会熊猫语，但好像模仿错孩子了。完了，这招对他不好使了。我不要把糟了，把金山喊回来了。除了海星星外，蕊蕊也能听得懂奶妈说什么。这天奶妈同样给蕊蕊安排了收崽的任务。蕊蕊出去收拾，出去收拾，这你2个崽崽弄出去。蕊蕊也是十分听话，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咸咸仔撞飞了，然后一个帅气的转身，又照着熊孩子头上扇了2巴掌，结果打这2下直接触发了妈宝男的被动技能。咸咸仔开启撒娇模式，直接把蕊蕊干妈秒杀缴械投降。但蕊蕊转念一想，自己是有任务在身的，于是原地跳了2下示意咸咸仔再战，然后母子俩又扭打在一起，而且咸咸仔还转手围攻，
看样子妈宝男拿捏蕊蕊干妈还是有一套的，但姜肯定还是老的辣。只见蕊蕊一套无敌风火轮下来，闲仔只剩下逃跑的份了。结果蕊蕊越玩越兴奋，把儿子都玩沟里了，估计也忘了奶妈交给他的任务。真不愧是饲养员亲自认证的虎妈。只形似小乌龟的熊猫幼崽，正是有着秦霸天之称的晴晴。晴晴的妈妈是北洞的吉妮，外号吉娘娘。一般的大熊猫幼崽在妈妈肚子里待3到5个月就出生了，而晴晴却在吉妮的肚子里待了足足324天才出生。晴晴是吉妮的第一个孩子，她之所以如此特殊，跟吉妮的体质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吉妮在2岁左右时误食了游客投喂的火腿肠，把包装上的铝制封口也吃进去了。因为这次的误食，对吉妮的消化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之后的几年里，她几乎要常年吃肠胃药来维持消化功能，这也是吉妮身材偏小、体重偏轻的原因。身体偏弱的吉妮，直到13岁时才第一次到中心参与繁育。吉妮脾气火爆，择偶眼光也很挑剔，接连几个相亲对象她都不感兴趣，并且发出了威胁式的吼叫声。直到比吉妮小6岁的青青的出现，才让局面有所转变。青青是白雪的儿子，长得高大帅气，是当时中心的万雄迷，就好比如今的荆轲和医宝一样的存在。吉妮也对青青态度异常的温顺，之后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在2006年4月2日这天，他们完成了交配。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其他的熊猫妈妈都顺利迎来了自己的宝宝，吉妮这边却没有丝毫的动静。从炎夏等到了深秋，饲养员们基本断定了吉妮并没有怀孕。直到2007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6，值班的饲养员发现吉妮出现了异常焦躁的现象。起初以为她只是提前进入了发情阶段，后来才确认她是即将临产。很快吉妮就顺利生下了一只雌性幼崽。这天距离吉妮和青青交配已经过去了足足324天。那么为什么吉妮会如此特殊呢？原来雌性大熊猫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那就是受精卵并不会立即着床。如果熊猫妈妈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欠佳，那么受精卵就会在子宫内游荡一段时间，等到熊猫妈妈感觉时机成熟了，受精卵才会着床发育。一般大熊猫胎儿的发育周期为2个月。这么来说，吉妮为了留住她的宝宝，受精卵足足在她身体里游荡了9个月的时间。然而接下来的发展也同样没有那么的顺利。由于吉妮是第一次产崽，比较紧张，不慎将宝宝的后背抓伤了。为了保证宝宝的安全，饲养员不得不将母子暂时分开，将晴晴带到育幼室进行人工饲养。与宝宝的分开也让吉妮感到特别的沮丧，甚至出现了拒绝进食的行为。1周后，晴晴的情况也基本稳定，饲养员便把晴晴还给吉妮喂养。面对失而复得的女儿，吉妮十分的小心，一直把晴晴抱在怀里，吃饭和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但是由于太过劳累，使吉妮的食欲不振，再加上她本身的肠胃问题，吉妮的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。饲养员为了吉妮的健康考虑，不得不把他们母女再次分开。晴晴跟着妈妈也就生活了1个月的时间。因为晴晴出生时间的特殊，也不能为她寻找干妈，可以说晴晴是饲养员亲手带大的。小时候的误食事件影响了吉妮的一生，可能当时投喂的人也没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，所以请游客一定不要投喂。文明参观也是对大熊猫的一种爱护。